再回头再看那次的那个风灾的这个重建工作，我个人认为是蛮失败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解决居住的问题，并没有把文化一起拉到这个重建的讨论里面。如果当初10年前，如果这个想法有被高度支持，然后各方面的法律困境都有解套的话，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台湾的文明部落，就是把那个传统的聚落群这个盖在现在的生活空间。我想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啦。你政府把一个少数民族搬到一个漂亮的保留地，那你外人看都会觉得很美哦，还帮你们盖房子，还帮你们弄漂亮的马路、路灯等等的。对，可是真正的问题，大概只有住在这边的人才知道，包含房子的维修啊，还有整个部落架构被拆掉、被重组，因为我们这边是抽签的。对，那以前的邻居变成不是邻居，你以前的敌人变成你的邻居，这样整个部落的那个小团体，整个部落的那个什么的一个位置都被打乱。对，然后再来也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土地，因为原生民主很重要是需要土地在耕种。那这个耕种它不是做经济作物，它是主要是来去喂养我们的，这讲有点抽象，喂养我们的心灵。对，它有点是这种概念，所以在早期在部落里面，家家户户都一定会有农耕地，或近或远，或大或小，一定会有。可是在这里，你除了没有农耕地之外，你的房子也没办法扩建。对，你都要盖出一个铁皮出去，那个都算是违建。对，那你想想看，我们就要人总不可能就一直维持一样的人口数嘛，我们总会生小孩，那小孩以后长大怎么办？他是不是就离开部落了？对，那我们部落最后都留下来，只剩下一群老人家住在部落里面，那小孩子都往外面发展了，对，就变得很奇怪了。对，那没有所以这个部落它没有一个未来性，它没有办法发展，它最终终点就是毁灭。对，所以我自己认为，它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它其实比较像是另类的集中营吧，我的感觉是这样。对，当然这好像有点偏激一点，不过对啊，大概是这种感觉。对。那有一次马英九来到这里，当时他是总统，他就说这里很漂亮，像普罗旺斯这样。他指的很漂亮，像普罗旺斯，就是他把这里想象成像在那个希腊，在哪里那种美美的，可是那个是我们要的吗？这个他没有这个站在你们站在对啊，尤其现在全球化的那个越来越多人在质疑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是自然啊，还是社会结构啊等等的，就很多不好的不公不义，或者是比较糟糕的部分。对，那很多人就会开始去回想，那以前的原生民族是怎么样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然后就会把目光看向台湾原住民或者是其他世界上的少数民族，然后原来他们自古以来就是用这种态度在学习。那这种东西并不是要呼吁大家要回到原始的生活，怎么回去打猎啊，或去干嘛呢？而是要让大家去体会到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怎么样看这个世界的。也许别人看这个世界是觉得说山，然后可以切割成好几块土地，然后每一块土地可以卖多少钱，然后有多少资源。也许有人这样想，但是如果是我们观点去看山，它就是一个我们的朋友，他就住在隔壁。那你要跟他去里面跟他借东西，你是要先拜会他这样子。对，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宗教信仰跟哲学的成分，因为我们现在虽然都是我们家族几乎都基督信仰。对，那在古代的话，我们是泛灵信仰，是对任何事物都会有感性的。那我可以说它是一个很环保的信仰，因为你要去砍一棵树之前，你要先去拜会它，然后而且还不能直接砍掉它，你要先帮他种他的小孩，然后把他手臂就是他的树枝砍掉，运用他的手指，主干不能砍。对，就变成有这种观念在，所以自然而然的你就可以做出很多的水土保育啊，或者是自然啊、平衡啊等等的这种东西。那这也是一个人类未来要共同努力的目标啦，不能只是在掠夺。因为现在我自己觉得啦，是现在就是一个很满的状态，就是
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人类了。这件作品名称叫《斜坡上的风很香》哦。那斜坡上的风很香，我用铁件、木头还有石头跟那个汤匙作为物件，就是我的材料，然后把它建构成一个面，其实那个面就是大地啊，所以它上面的一些图纹理啊，就是山啊，就是这个土地啊，就是这个花草啊，那。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哈，它有一些是风车，用汤匙去建构的这个风车，那个风车呢是一个圆状的那我们一般家庭呢聚在一起吃饭，也都是这个围桌，然后用汤匙一起吃饭，就是一家人的这个概念。然后呢，那个风车上面有很多在每一个汤匙的这个上面呢都有打印名字，那些名字呢就是我们入住到这个风灾之后的这个永久屋后，是2010年入住的，然后这件作品是2015年完成的，在10年到15年的这个5年间呢，有63位我的部落人这个过世离开我们，那我特别把他们的名字打印在这个风车制作的汤匙制作的这个风车上面呢，也就是希望说，当风来，这个汤匙在转动的时候，也就是离开的那些族人们，他们的祝福、世界的友善都会流到现在生活的我们那所以那个风车的意涵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件作品《斜坡上的风很香》那斜坡就是指我们自己住在斜坡上的这个族人，然后风很香就是在叙述那个纯真的世界或原住民本身的友善，大概是这个意思。